Hello， 大家好，我是 Audrey， 您现在收看的是 AA Arena 频道。AA Arena 频道是由我跟 Adam 共同主持的一个经验分享频道。那这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把美国、台湾、中国创业的经验，还有网络赚钱跟网络创业的经验分享为主。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季第2集新闻选评的双周报。为什么我们会谈到有关于新闻的部分呢？科技新闻对我们网络创业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或影响？那今天的内容也会谈到美国、中国网络上面的创业，还有台湾这个方面的优势跟劣势，好处优点在哪边？网络创业基本上就像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它绝对不会是说我今天就是跟你打了一个 battle 之后我们就决胜负了，那也不是3战2胜这种东西，它不是，它是长时间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网络创业的领导 leader， 或者是你是老板，或者就是你是一个team 里面的一个 leader， 多多少少必须要有一点预测未来的能力。那预测未来的要多久呢？我想3年到5年左右。那现在我们所做的一些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project 的内容，才不会很快的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时间跟金钱之后，却变成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个制定的方向也就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些的内容就是必须要有资讯收集的能力去把它做的一个补充。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以我们之前在看各地电子报啦，或者是新闻报道，很少会听到有关于台湾、大陆跟美国的媒体在做一些比对的报道，大部分都是比较片面的新闻。所以我们选评这个科技新闻的目的呢，并不希望是说针对于哪些产业或者是哪些点去做讨论，不是说我们今天在网络创业，我只看网络新闻，其实这样是不足够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产业，当它要逐渐发展到未来的时候，例如说医疗产业，它必须要跟我们的这个网络产业做一些结合，例如说视讯看诊啦，或者是将来我们把一些数据做一些网络上传的一些分析 data， 让我们的医院或者是医护人员去了解居家的这个医疗相关的部分，这些等等相关的这个应用呢，都跟我们网络息息相关。所以我们网络创业不是就单单只会写程式，或者是只会做网站，很多的部分就会跟我们未来所谓的 app 有关。那这些东西的这些知识的广泛性，你必须要再更把这个扩增到更大一些，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才会对您未来的发展未来的这个预测会有帮忙跟帮助。好，所以我们并不会特别去挑，例如说我是针对财经或生化或政治或科技，或是只有创新部分。所以就是很多的产业，我们认为就是有讨论的价值的部分，我们都会一起来做个观察跟收看。好，接下来呢，我们会来讨论一则新闻，也就是最近风风火火云云的它已经累积一个酝酿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新闻，也就是美国的 5G 跟华为的挑战。那美国的新闻跟华为的这2则新闻呢，我会把 link 放在底下，大家可以去里面看一下细节的部分。那这些新闻呢，其实在2019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看到相关的一些讯号了但是就是说他真的下手，他们也是酝酿了好几年，不管是各方面的人事的一些布局，还有关于原物料，
还有这个进出口的关税等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体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战斗哦。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美国一被华为一刺激，所以现在美国各家厂商的 5G 相关的 news 啊，就逐渐出现了，也就是秀他们的肌肉，说哎呀，不要说你华为是一个中国的公司，有提供 5G 相关的这个作品跟产品，我们美国呢也是有相关的科技能力的，甚至于要优于你，所以这相关的这个时间表就逐渐制定了上述这些新闻呢，主要给我们传达了几个趋势跟事实啊。在6月25号的时候呢，华为在它的官网宣布，他们就是即将有它相关的 5G 的产品要上市，并且跟欧洲啊，还有一些大厂、国际大厂已经做了一些签约，有关于 5G 相关的设备设施的这样子的新闻露出啊。那马上美国呢，在隔2天之后呢，也就是6月27号 ，AT&T 呢，就是在这个赌城 Las Vegas 啊，就是还有一些相关的20座的这个城市呢，有相关的一些展示。它的所谓这样子做法，也就是说，哎呦，我不甘示弱啊，中国怎么可以迎头赶上呢？这个科技的龙头老大是美国啊。所以当华为一旦宣布的时候呢，他们就要马上把他们的这个相关的电信公司的 5G 计划，好，在未来2019年跟2020年这段时间的一些布局，就是做一个露出。好，综合以上的这些新闻相关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做了以下的这样子的预测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例如说呢，在美国3大电信业者 AT&T 的新闻当中，它就有提到 Samsung S10 的这样子的手机。但是整体来看呢，我们也只看到就是 Samsung 跟华为有对于 5G 手机有做一些发布的部分。也换句话说呢，其他的手机厂商可能第一个还在观望，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有做一些研发了，但是还不愿意公布。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相关的产业链、相关的公司所要做的一些投资、所要投入的金钱、相关的股票，其实多多少少已经有一些在布局了。那某种程度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大胆的去预估，其实相关的部分他们都已经做好的投资跟布局了。那逐渐的把这个新闻丢出来之后呢，再去拉高相关的股价的部分。好，那这是可以给大家做的参考之一。好，再来呢，也就是有关于美国的 5G 系统跟华为的 5G 系统，可能本质上有个很大的不同。那有一点可能就是他们是极端的不相容的例如说，其实以目前的手机系统，不管是日本、台湾、中国跟美国，他们的系统所发射出来的讯号跟能够接收的手机，还是会有一些为了做不管是战略的部分，或者是做一些市场区隔，还是有些不相容的情况。台湾因为它的这个使用人口的有限呢，所以它很有可能就是 follow 美国的这样子的规格。也有可能会 follow 中国的部分，但是以现在的整体的经济环境跟政治的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可能是以美国的规格为主。有关于半导体的部分，韩国跟台湾的半导体厂商，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设计就是通用的这样子的晶片，来让未来的手机使用，这也是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好，再来，当 5G 推出之后呢，明年或后年呢，势必会有一批 5G 的这个手机换机潮。也就是说，从今年第3季开始呢，美国和中国呢，陆续会出现一些这个 5G 相关的 APP 的创意型的公司。所以如果您的技术是跟这个 5G 有关系的，或者是说您现在还在设计一些有关于4G 的部分的 App，可
能这方面就是要稍微去研究一下，这中间有什么样子的不同，让你未来3年到5年你的产品上市之后，可以快速的更新，跟上这个时代的一个情况。现在是 Friday afternoon， 哇，已经要5点了哈，阳光还是这么样子的灿烂。今天呢，等一下要去一个地方工作，算是一个生活的体验。那在这个地方的生活呢，有很多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借由网络的 App 来赚钱，那这也是我很想跟大家做分享的。大家好，我是阿菊，您现在收看的是 AA Arena 频道。我现在在哪里呢？现在是在一个关门的邮局啦。那它这边呢有很多的就是可以自己服务的地方，这个非常有趣哦。它这边还有卖一些卡片，有很多的 service 就是转移到这个外面来。你看它这边的邮局的 box 有分大中小这些不同的尺寸的这个 PO box 那这边的价格也不一样，不知道这边怎么样。然后呢，美国邮局是很不一样，就是说它在这个箱子方面来讲的话是免费先提供给你它完全都不担心说你将来会不会真的拿过来寄像之前我们在台湾来说的话呢，就是你必须就是买这个箱子就把这个邮费给付了那这边看起来是都是免费提供的，确实还蛮好用。那你可以把这些箱子带回去，如果不合用的话，你再还过来。好，那像在大陆的话，基本上好像都没有提供这些包装材不过大陆邮局又是另外一回事啦，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报告。好，那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呢，这家邮局是真的蛮特别的，然后它有把不同的这个 mail 的这个条件呢，就写在上面。就是说，现在即便是下班时间了，你如果是有一些信件要寄的话呢，它还是可以收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重量的磅秤在这里然后它这里还有 structure how to weight it， 很可爱。那我是觉得这些都还蛮贴心的那也可以节省很多的这个服务人员的部分。那这家邮局你看，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它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柜台，然后它这里有说你要不要加这个保险然后它这旁边还有一些宣传的物件然后呢，或者是说你需不需要做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挂号嘞，就是 register mail 这个部分。好，那这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单子，就是可以先带回去写，或者是在这边写的我记得好像前2天去另外一家邮局，这些资料呢，没有像这家邮局这么清楚的摆开来然后你看这外面还有些笔，它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进到邮局里面我才拿得到。好，那这个就是我等一下要用的这个部分，就是 self service。蛮好用的，你看它那边还有西班牙文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好，那它这里也有个电动的磅秤，等下呢我就是要用这个来邮寄。而最近呢它有一些新的改变了就是说例如说它会规定你要怎么贴，然后你的这个信件的地址是长什么样子，它有一定的规定。这个地方呢其他都是一个自助式的这个邮局的这个 PO Box 的部分。好，你看这边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是柜台的部分在这地方我就看不到啦。那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可以工作的地方所以这家邮局是蛮特别的，因为它整个形状也是不太一样就感觉特别的亲切。还有就是你感觉来这里就是办事情都不用太担心。好，那这就是这家邮局我特别想要跟大家介绍的部分。OK。那接下来呢，好，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self-service 怎么使用那我想，如果大家有在经营网络的，或者是电子商务相关的部分来讲，邮局呢，绝对就是你的好朋友。好。
好，那事实上呢，5G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呢，不管是在东方跟西方呢，其实这个仗已经在2018年开始在这个竞争了啊。那从今年的华为官网宣布 turn on 的那一刻开始呢，其实这些有眼光、有嗅觉、有资金的这个投资方呢，其实早就已经在这个5G 方面做一些靠拢了。那如果我们是做一个创业来讲，这些资金面的水流是流到你的对手呢，还是流到你的手上？这也是我们要这个注意的部分啊。因为这个所谓的投资的竞赛啊，也会完全的影响到我们未来的这个成功与失败。上述这些评论呢，有一些是我们的观察跟主观的判断，那给大家做参考。那对于后续的这个世界发展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只要是在数位世界的人呢，都知道它的一个知识所能够取得的一个重要性。那这些新闻呢，将来都是我们挑选的一个对象。那如果您也觉得有哪些新闻很不错，那也是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好。